以前这片住200多人全部走完了。走完喽。在四川万源市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大山之巅，方圆几公里呢都是没有人烟。这个地形啊，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山形呢也生得非常好看啊。这户人家的周边呢，这些土地啊，看着有翻动的痕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留居在这大山之巅呢？咱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达州的大山里啊。你们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群山，就知道我在山巅的位置。车子呢是开来停到这下边这户人家的，我已经爬了一段的山了。今天呢要带大家到这个山上去探访一户隐居在大山之中的人家。从这里步行过去啊，还得走3-4公里，我的天！然后去那户人家的途中呢，这个半山这里呢也还有一家人住在这里的。这边这些呢都是种的土地，也种的这个玉米哈。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到的是身后这户人家呀？不是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去那边的话还要走这种毛狗路，因为这个几公里的小路呢，其实走的人又少，基本上呢也很难说把这个草给它除一除啊。大家可以从空中看一看我此次行进的路线。我们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小山脚下的这户人家这里，然后呢顺着这个地方上去，经过这一户人家，然后再到这一户人家的后山，这个半山腰有一条路呢横跨好几座山，一直往前走。我用卫星地图测量了一下哈，从这个停车的地方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直线距离就有2公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走这个山道的话，应该是要长很多的。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半山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些所有的土地，以前呢都是有种的，现在可能人都搬走了，然后这些地方呢也全部就丢荒了。时过境迁呀，大山里面的人呢，一户一户的都往外搬，所以呢，这些以前的耕地呢，也大多数丢荒了。这里大家看到吗？还搭有一个简易的小木棚。我估计啊，以前在这些大山里边，其实有很多人家户居住，可能他们这边呢搬迁的比较早。我的猜测是没错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牛圈，对吧？以前的牛圈整个上面都没有了，这些木料呢，不久的将来可能就是3年5年吧，都会化为灰烬，啥也看不着了。所以啊，我觉得山里面建房子啊，尽量的可以建木房。为什么呢？一旦没有人居住呢，最多就是过个10来年、20年呢，它就归于平静，归于自然，就不会留下任何的建筑垃圾。像这些木料呢，它再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化为尘土了，就不会去破坏到大自然。我们建的钢筋水泥房啊，哪怕你过100年、200年呢，它依然还在那里，所以对整个生态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这个路啊，基本上就不怎么看得到路了啊。都是看到一些杂草，当然这个路的印记呢还在。那我估计以前的话，这边应该不止一家人居住啊，住的人还挺多的。前面这个山啊，大家看看，老漂亮了。你们有没有感觉像一个驼峰呢？中间可以骑个人。这个山上老多的这种红籽了，就我们俗称的救军粮。大家饿了，实在是想填饱一下肚子了，可以采点吃。但是我现在呢就不能采来吃，为啥呢？要跟大家说话。待会儿你们看到我牙齿上粘的全是这个的话，就尴尬了。今天这个路啊，其实还算平坦的，要是太陡的话，我也不太想来。只有就是刚开始的那一段是上坡，然后跟着这个山过来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平缓的地带。穿过了刚刚走的这片森林呢，然后我们到这边又是一大片的荒地。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全部是荒地，也就是人搬走了之后留下的大面积的这个荒地。这边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搞大型养殖的地方啊，因为整个山上的话，方圆几公里都是没有人居住的。那么这个
山上的土地啊，从我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比较肥沃的，所以说长草也长得比较好。你看这些里面这些枯草，全都是长得比较茂盛的。只不过到冬天之后呢，它有一些草呢就干枯掉了而已。你们别说，我一个人走在这个山里啊，有时候也会被吓一跳，因为这些树林里啊，卯不齐的有个什么小动物啊，有个什么鸟啊，它噗一下就飞出来，当时你就给吓一跳。尤其是野鸡最吓人，它也扑出来的时候呢，它那声音老响了，特别刺耳。快要到了啊，快要到了。这边这些土地都相对比较平坦一些，那基本上呢，到这种地方呢，就能够感觉到这边呢是居住人的地方了。哇，这个地方的环境太好了，大家看一下，这些土地都是很肥沃的，山形也特别好看，然后树也长得比较粗大，是不是老舒服了？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搞养殖啊！我的天哪，太美的一个地方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么大的这个土地面积，以前肯定是不止一家人的，对吧？以前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村组，啊，不止一家人。前面咱们已经看到房子了，马上我们就见分晓这里以前的一个状况啊。走了个把小时，终于是走到这里了。这边挖了好多的地。吃饭没到，水？啊？吃饭没到？吃了，你咋子？我来耍呀。你一个人住这边呢？你是哪个呀？我说你一个人住这边呢？啊。哦。你哪里的？我啊。啊。贵州的。贵州的啊？啊。来得远哦哈。来得远。哎呀。后面。对呀。奔我。等于现在就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呢？啊，我在这里放羊子。在这里放羊子哦。哦。呀，你们这个房子都还是以前的那个土墙房哈。这个房子建了好久了？几十年了。都几十年了。你贵姓咯？姓熊。熊。啊。这点以前应该不止你们一家人噻。现在以前这里有好多家人啊？200几。200多人呢？啊，搬完了，我都是在这来放羊子。哦，你们也是全部搬着来在这儿来放羊啊？就是每天都在这里看羊子啊？喂了好多羊子吧？我卖了些，那才还有接近20个吧。还有20个。山上有野货，信没得？包谷出来就多野多，那几年你不庄稼就没得好多野收入啊。你一个人还种了好多地哇？种了2亩地吧。2亩地哈。我看你们这里土地还挺好的。嘿，建造拉得到好久都不得走完。我们那部土地都好公路没弄。对呀，我又看到这里土地好啊，出粮食的很哈。嘿，天嘞，那是好得很。这里应该不缺水吧？缺水吧？水也不缺哈。哎，以前200多个人都不缺水啊。以前不缺水哦，那么多人。那就是个好地方哎，你们这点儿。啊，260、70个人哦。就这一片260、70个。啊。那不是房子都几十栋？哎。这点住人有好久了？嘿，住的人那是有几十年的。我们原先还不是搬家子那头，拿的那他搬到那头。哦，搬来这儿来的。啊，这写不给的地那几年。哦，以前是写地方啊，后来这个土改之后就分了哈。啊，就住在那里哦。这个地方其实好哎。可以哦。你们这个地名叫哪个地名嘛？刘家寨。叫刘家寨。啊，那几年姓刘的，他在这坐不稳了，他跟着拉脚的走哦。姓刘他爬得稳寨子啊，那个姓名跟他这地方走哦。熊他大寨子就扎得住噻。哦，对，姓熊的在寨子上就住得着。哎，这是你们那年纪大的人摘出来的哈。哎，
51年，那你现在70几啦75了。你75啦？哎，你应该多养点羊子噻。你要卖哟，你要养又要卖。嗯，你光养不卖，那你等于零咯。小的就是不让我做了。你几个小了吧？是2个女儿2个儿嘞。你也福气好，都成家立业了哈。是老幺还没成到家哟。你还养的有风啊哈？还有哦。你一年搞这些搞得了好多点钱咯？哎，还是不咋的，挣18000块钱嘛要。挣18000块钱？应该不止。你想下去，你个人没得土地，没得啥子，你去咋子？有个鸡都没啷子。还有个女儿在读高中，你读高中1年要好多钱？你还有个女儿在读高中？哎，你不是70几了？我那个在的那个女儿读高中，是我那兄弟们儿生下来就是了，他就让我带去的，等于生下来我就带去的哦。等于是你们死了的，他在生小的时候的。然后兄弟呢？兄弟他个人那时候还带脚的，也搬下去的哦。哦，怪不得我说你70多了呀，然后还有个10几岁的姑娘。我个人呢有3个安在家了，都有几个小孩了。你个人4个，然后打兄弟家这个姑娘1个，5个哈。等于现在他的所有事情都是你管是吧？是吧？你晓得那个读高中1年要好多钱？要不少钱哦。在哪里读高中啊？在万阳。万阳哈。对，高级了。后年要毕业了。后年要毕业了哈。那你的弟儿他不管咯？他管啥子？就是我们不负担了，他啥不管了。他1年800钱都不跟他拿过去。你们兄弟？对。那他还是喊你伯伯吗？还是喊你爸爸呀？是哦。还是喊爸爸是吧？是吧？不是喊伯伯。你心挺好的，看你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那种人。你可能转路上你还是有名堂。走乡村旅游，积累一些有趣的事情。有时候呢，也看到这些地方好啊，也做一些宣传。有一些开发的人啊，他看得中啊，他就可以来嘛，这个地方也有好处噻。哦，对，你说那个话那是对的。你搬下去之后上来有几年了？有30年了，搬到去烟行。你一年在这上面赚的钱够你的小的个姑娘花不？那不够哦。不够哈。他哥哥，他细哥哥要补助他点儿。你这个夏天的话，草应该好得不得了。对，这他们说的牛，他们都是草，硬是真的啊。我看这个土地，我都晓得出东西的很。你喜欢年轻，那你还有阳光呢。农村生长的，这地方适不适合生存，土地好不好，地方好不好，大概是有点数的。对的。你看你们家这个位置坐的挺好的啊，正好坐在最上边哈。基本上都很少有人来哈。他来抓走那个。是，来就是走路。原先几十栋家房子，现在房子都看不到，就在你这有2栋。全部都倒了哈。打进拆完了，成了爬了哎。拆完了之后，这个林也长起来就看不到了哈。他树水一起来就冇完了。3个队就你一个人在这儿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啊，环境真的没得说。这个后边的这一个山脉啊，看起来特别好看，尤其这个位置，我就说了，这个位置感觉看起来像一个驼峰一样。这个叔叔他们家就住在这里，他这位置挺好的，然后视野非常的开阔。这个地方有一个岔口对出去，对面呢正好对的那个山板吧，你看左边的山高一点，右边的山稍微矮一点啊。他这个说实话，这个地理位置挺好的哟。这是我们贵州的酒啊，茅台镇的酒，贵州。这个是天麻，天麻呀！你拿去做啥？你拿来吃噻，炖乌鸡嘛，矮得很。特别你这乌鸡拿来炖，矮得很。这个真不好意思哦。有哪个不好意思哦？有哪个不好意思？那我走了哈。好，拜拜。我跟你们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爽了。这个上边的土地起码有上千亩。大叔也说了，他们这里以前是3个队
有200多人，相当于最少有50-60户人家。因为交通不便呢，陆陆续续的全部搬走了，所以啊，也印证了刚才我的想法，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是坐着一个村主，因为整个土地太广袤了，那么多的土地。但是时过境迁呀，现在就剩大叔一个人在这里固守着这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呢，水源也是不缺的，整个这些土城啊，我走在这里，我都感觉得到地下水源丰富。包括你看，今天这个太阳晒了一整天了，但是我走在这些土地里啊，它整个土质都是湿润的，就证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这里的土壤它非常的保水，这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些土地是非常出粮食的一个原因。那么跟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有关系，它处于山顶下一点点的一个狭长凹槽地带。那这种地方呢，它就是能够保得住水的地方啊。大叔一个人留在这个山里呢，他养一点蜂啊，养一点羊啊，我估计他一年也应该能够挣个1万多块钱吧。有很多朋友啊，不是想寻找一片大山里面的地方来创业吗？我觉得这儿挺合适的。你养多少的牛羊，我觉得都问题不大。可能就是运送物资比较难一点啊，有几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需要人力。综合这个地方的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是养羊比较适合一点，因为养羊的话基本上不怎么吃粮食嘛，稍微的把这些土地种一种呢，也就够了。好了，朋友们，那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巫溪县的南阴大峡谷啊，看一下我身后这个云海，太美了，太壮观了哈！今天早上真的是运气超级好。这边有一个村庄是四面都是崖壁的，非常美的一个村庄。那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呢，我是到了那个南阴天路那里，但是对面这里呢没有来哈，所以今天呢我就专门到对面这里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进入这个村庄的这个公路呢，全是崖壁公路。而且现在这个云海的位置啊，正好在公路的边缘，整个这条公路看起来就像云端的这个挂壁公路一样，非常的壮观。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悬崖村，正好在这个村庄最前边悬崖上的这个池子这里。他们这个池子啊，整个周围全部是用围墙围起来的。村子前边崖壁口这个池子呢，它是一个弯月形的形状。那么前方呢就是悬崖峭壁。那么我们在地面呢是没有办法看到它这个池子的一个全景的。我们的车子呢是从那边那条悬崖公路开过来的。而且那一段悬崖公路整个长度有4-5公里，基本上都是类似于悬崖公路的这种地形。那这个村庄呢，它实际上就是居住在中间这个悬崖中段的一片的这个平地的位置。那么往那边去呢，也都是悬崖峭壁，后山呢是高山，也都是崖壁，包括这个村子的前方呢也是这个悬崖峭壁。所以这个地方呢，在以前呢，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嘛，随便走哪个地方呢，它都是要行走在崖壁之上才过得去。现在呢，咱们是有几个疑问的：这个村子的人搬到这里来多久了？他们那个崖壁公路是什么时候修的？这个村口的前方为什么要修一个弯月的这个池子呢？它有什么寓意吗？我们村里面找个人问一下。说在挖啥子哦？挖地不用牛吗？不用牛，都是用手工啊。对，用牛不是轻松点吗？我们没有喂牛嘛。没有喂牛啊。是贵姓的？我姓朱。朱德的那个朱？哎，朱德那个朱。啊，这个村子的地名叫哪啊？叫高洞村。高洞村。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盛产中药？产呐，出没牛呢，前胡。前胡哈。这个东西啊，高中低都出，不出的什么呢？党参贝母。党参贝母不错。不出，我们这高不高？低不低？这儿好高啊？这里可能有个
1200-1300吧。 1200-1300哈。大概就什么样子，反正我也不具体去知道。哦，特别适合住人的地方就是1200-1300，就是那么个地方啊。这个村庄建村有好多年了呀？哎呦，解放以前这儿就有人，这儿就有人哈。嗯。解放以前的人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好多年了呀？哎呀，那具体不清楚，具体不清楚。我都是解放过后生的。他这个地方确实比较奇怪，全部到处都是悬崖崖哈。对呀，他就在半中间是那么个灯灯儿。就在这个地方。那最开始来的人是哪些人呐？哎呀，刚刚在这儿来的人，据说是姓李。姓李。后来呢，就是姓张、姓李、姓王，这些都是从别处搬到这个地方来。解放前，穷苦农民没得土地上。解放以后，感谢党，这个把狠人，统统的把他，这个就是以前这个地方也有狠人。有啊，有地主、啊。有几个地主啊？我们往常这个地方，他都是一家地主，相当于这个所有的人做的土地都是这个地主的。对吗？就是帮他。帮他干长工、打短工嘛，当常年的意思嘛。对嘛，就这个意思，对的。等于后来打地主之后啊，就跑了。地主那些嘛，把他的土地呀都分了呀。等于那个钱叫么呢？分胜利的果实嘛。对。他的那个财产就分给这些老百姓的，这些老百姓就在这里生长居住嘛。对，这个公路没有修通之前的话，应该就是走矮路是吧？哦哟，这个路哈，没有修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往外地去，都要从那个五罩子的地方那个上达再下。那就是走爬崖，要爬崖的，反正爬崖，全部要走那么上下。因为你这个地方不爬崖，走哪都出不去。对嘛，就这个意思。那我看那个修那个矮路啊，起码修好几公里那个矮北路。那个路是哪个时候修的啊？19年、80年，具体哪一年到底那条路我也可能记不起了。是开化公司排的那个头。那个时候都也是用挖挖机了哈，已经。哎呀，没得，全部是靠人工。等于这条路以前修的时候全是靠人工修的。全部是靠人工，从那些崖上那些路哈，都是用二锤、钢钎，用瓦子，钢钎打进来，用瓦子这个底下要灰起来，然后灌炸药进去，把它炸开的，都是靠人工抱着锤打，并且是利物。这条公路你不修谁修？你的家乡谁给你建设？就要靠你自己的双手嘛。对，现在住有好多家人啊。那小的也有几十家呀，几十家哈。那是几十家，那具体我也不清楚。我看你们这里都发展的挺好的，家家户户都楼房啊。也不那么太好，我们这个地方呢，都是靠出门打工，都是靠出门打工，都是靠出门打工，挣点油盐钱回来，然后有点多余的就来起点房子，就那么个劲。我们这个地方他的说法就是哪个呢？他说，四川的人就不没得福啊。挣了几个钱就要先来求，他是这样说的啊。这个地方是不缺水的哈。这个地方啊，原来是最缺水，原来就靠那些山上，打个沟沟那个来水，就像那个像个剪刀似的那个叉叉里头哈，那个地方，就有一股水。我们这个村高上现在有2个社，都是吃那个里头的水。这么把它捡到这儿。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好啊，现在都是弄管子把它捡到这儿来，打个池子就那么吃。高山没点水，就是在那个山那边捡水来。这后来我们这修了双通大堰过后，就是那个水池子，叫双通引水工程。这儿还一搞成了过后啊，一到冬天里没点水吃的了，就抽那个的水。抽上高上去，供那个几百个人吃水。原来在没有开挖那个池子，没有搞这个提水管的时候，高山的人一到大天干，那个爱县线上全部是在那儿来挑水哈。全部是在那儿挑水池。等于这个池子是为了吃水修的，双通引水，不是说光叫吃水。我感觉这个池子修得很好哎。这个池子修得好啊，这个水
流到下面去啊。我感觉这个水池修了风水都要好点，哎，对嘛，是吧？啊，有没有人那个说过？有人也说过，这个也不奇怪嘛。老百姓吃水用水方便些，就这么一个大的开挂，就这么个意思。听这个大叔说了之后，才发现这个池子它是一个大工程，从湖北那边引水过来，放在这个崖壁上了。整个池子的深度有8、9米，怪不得我们从空中看下去，这个水啊都是绿的。从这个地方呢，可以把水放到这个峡谷底去，然后发电。据说这个是一个超级大的工程啊，当时修的时候修了好多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的后山，还有700、800米的高度。所以你看，基本上大多数时候呢都是云雾缭绕，看不到上边的山间。那么刚才大叔也说了，他们以前要出门的话，还不是走现在的这个公路，而是从这个山顶上翻到另外一边再去，来回都得走几个小时。看到这个地形呢，我的猜测也差不多是对的。最开始到这里来呢，就是有钱人，以前古代的有钱人地主。后来这个地主倒掉了之后呢，住在这里的所有人呢，就把这些土地呢都分到各家各户。整个这个村子呢，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哈，基本上家家户户呢都把这个楼房修起来了。前方这个池子啊，真的是点睛之笔啊！你想一下，整个村子的下边是悬崖峭壁啊，然后正好这个村口的位置呢，修建这么一个水池，就把整个村子呢都盘活了的这种感觉哈。这个地方啊，整个视野非常的开阔，环境也非常的好。它的海拔呢，大概是1200，也非常适合夏季在这里避暑。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一年最少有2/3的时间你是可以看到云海的。所以说呢，大家夏季避暑的话，其实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的啊。来这边的游客呢，他们是把车停到这边，然后呢，乘坐小火车从这儿过来。看到没有？那儿小火车，然后从这个地方开过桥去，然后到那边一直呢就可以开到彭家寨的地方，哎，非常的方便。虽然说不通公路，但是这个有小火车可以坐到彭家寨去。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恩施宣恩县的彭家寨啊。彭家寨呢是一个传统的古村落，距今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整个寨子里面呢有50多户人，300多口人。别看住的都是木质的吊脚楼啊，但是每家每户的身价都是上百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进寨去了解一下。整个寨子呢都还是这种古老的吊脚楼风格啊，看起来非常的复古，也很漂亮。然后前边那儿呢有一栋吊桥，这栋吊桥呢也是以前彭家寨的村民出去的唯一的路线。因为整个这里呢是3面环山，1面环水。老娘，这是彭家寨啊？啊。现在还有好多人来做？那都在做啊。全部都来做？嗯。不是讲这里花了几十亿来开发吗？几十亿开发，它是彭家寨等面，连哪哈儿都是那哈儿的钱。你们这边这个房子是啷个子的那个值钱呢？政府都把房子都买了吗？他政府买是买的，还没给你，他讲是保护。哦，你们现在还是在里面住噻？搞的居住权，他有永久的居住权。永久居住权。哎。但是房子不是自己的了。哎，没有你的所有权，只有你的居住权。哦。你贵姓呢？我姓周。姓周。嗯。还遇到一家人了。你也姓周啊？啊，我也是门杰周。他们这边等于是全部都姓彭吗？哎。哦，那你是外寨子的哈？哎，他这个寨子有好多年的历史了哇？还有几百年，几十代人的。几十代人？嗯。是哪个来发现的这里噻？张良高啊。张良高？是湖北大学的教授。他搞这个古建筑这块的哈？他不是的，他整个到处全国看哈，就是那出廊上那个吊脚楼啊，木房子成片些嘛。所以就把它保护起来了。跟咱们彭家寨里面的一位老人家聊了一会儿天啊，大概我知道了来龙去脉啊。彭家寨呢，它是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然后里边居住的呢都是土家族人，他们的房子呢也是土家族的那种2层的吊脚楼的风格。他们这里的房子并不是什么金丝楠，也不是什么黄花梨，就是山上普通的树木来构建的。那为什么又这么值钱呢？
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湖北研究古建筑的学者张良镐呢，在整个湖北乃至全中国呢，来考察这种古建筑，就发现啊，只有彭家寨呢，才保留了整片的这种吊脚楼的风格，是特别难得的这种古建筑群，就把这个地方呢全部保护起来了，可以堪称是古代建筑的活化石啊。据说它的价值不亚于布达拉宫啊。2018年后呢，国家就出资了30亿来保护这个古建筑的。据说少的一家呢可以拿到几十万，多的呢就可以拿到100万甚至更多的一个补偿金。那国家把这个建筑收购之后呢，就是把它保护起来，不允许呢再去翻新房子，保留这里的原汁原味。村民呢可以有永久居住权哈，可以一直居住在这个房子里。这样的好事啊，还真的是让彭家寨的村民给遇到了。政府出大钱把他们的房子买了之后呢，这个永久居住权啊依然是村民的。哇，真的是太羡慕彭家寨的村民了。在我们的想象中，孙悟空的水帘洞只存在于《西游记》的奇幻故事里，但你相信吗？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居住在水帘洞中。在贵州赤水市的鼎安古镇就藏着这样一个人间仙境，这里居住的不是神仙，而是几户普通人家。他们在水帘洞中已生活了上百年，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美得让人心动。让我们一起走进水帘洞，探索这个隐秘的家园。老娘姐，煮了没有？还没吃饭呢？你们这里住的好多家人呢？我们住3户人家哈。洞中一共居住着3户人家，他们的家就坐落在2块厚达10米的巨大石板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活的宁静而又幸福。想象一下，居住在这样的地方，每天醒来就能听到溪水潺潺，看到水莲飞流，这是多么诗意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但你可能会有疑问，这样的居住环境真的安全吗？没有护栏的门口，直接就是10多米高的悬崖，如果发生地震，水位暴涨怎么办？其实呀，对于习惯了山高路险、生活在大山的人们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上下2块巨大石板深深嵌入山体之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比任何钢筋水泥建筑都要稳固的家。我们也向主人家了解到，即使是夏季的洪水，虽然在涨水的季节水量是现在的几倍甚至几10倍，水深震耳欲聋，但也只是会吵一些，并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想象一下，巨大的山洪从洞口倾泻而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震撼之美呢？走进房屋的内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进深约10米的大空间。里边我们看到有灶台、一些生活用具等，镂空高度大概有3米多高。这户人家好像已经不在这里居住。整个水帘洞的长度有70、80米，居住3户人家呢，也是绰绰有余的空间。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仅安全，而且拥有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真是令人羡慕。但遗憾的是，这个美丽的家园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正在搬迁，这一顿可能就是他们在这个家中的最后一顿饭。虽然我们很多人无法亲自踏足这片土地，但通过这段视频，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份独特的美丽和宁静。这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老家的大山里啊，今天没事带你们去山谷里边看一独栋的房屋。这个房屋呢，就坐落在小河边上啊，可惜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但是环境非常漂亮。我们去看一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啊？这边呢是一个山谷的这种形态，那么我们现在已经隐约的可以看到房屋的位置了。边上这里呢就是一条小河，这里真的是山清水秀啊。非常的美，那么河流呢就围绕着房屋边上，特别的漂亮啊！你看，我们要进入到这一户人家呢，我们这里还得过这个小河，
河水也是非常的清澈。那基本上去到他们这里呢，就是顺河而上啊，离这个公路并不远啊，步行上来呢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几大块的这个土地啊，那么像这些土地呢，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你们是不是有那种感觉，这个地方可能以前居住的人是比较富裕的，是吧？这个房屋大家看着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宁静？就坐在这个小河边，我们过来看看。是吧？确实是没有人在家里边居住，不过门口呢挺干净的，然后门呢也是上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屋呢保留得非常的完好，虽然说已经有应该2、3年没有人居住了吧。我们站到这个房屋的河对岸来看一下，这里环境是不是非常的舒服？上边也有山，进去呢就是非常深的一个山谷。然后走进去应该有好几公里都是没有人烟的，那么只有这里呢有他们这一栋房屋在这里，门前呢就是河流，对吧？如果说这个水位稍微再多一点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我们要洗个菜呀什么的都可以直接在河边洗，用水非常的方便哈。虽然说夏季的时候会涨一些大一点的洪水，但是也不会影响到安全啊。最多的时候呢，就涨到这个院坝这个位置吧。我记得历史以来差不多就到那个位置，整个房屋是没有被淹过的，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安全。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拔大概是500、600。有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夏季的时候避暑呢，一定要到高山。其实不是的啊，如果在这种山谷地带、河边的时候呢，这种400、500、600的海拔呢，也是非常凉快的。为什么呢？它这个水流不断的在流动呢，其实是带有这种河风的。所以说夏季居住在这种山谷啊，通风效果比较好的地方呢，其实也是非常凉快的。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概念啊，在我们贵州呢，这种500、600的海拔跟1200、1300以上的海拔呢，它的天气差异是很大的。大多数情况下，高山呢都会有毛毛细雨，但是在这种低海拔的地方呢，其实是没有雨的。如果说你要论1年4季都居住的比较舒服的话，还是500、600的海拔更适合一些。朋友们感受一下哈，夏天的时候坐在这个河边，吹着河风，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听着这个溪水潺潺的这个声音，对吧？然后很多的烦恼啊都是烟消云散。整个画面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原生态啊。我们进来呢也看到边上这些土地呢有耕种啊，但是这些呢都是山上的人下来种的，他们自己呢已经没有种了。其实在这个房屋的后山呢，这些以前也是有房屋的，只不过呢全部搬迁走了之后呢，可能房屋就倒塌了，只有这里这一栋房屋呢可能保留的比较完好。像这样的地方呢，其实1年4季住着都是让人觉得非常舒服的。包括现在是冬天，你们看整个山上的这个绿植呢也是非常的多，居住在这里啊，真的有那种隐居般的田园生活的感觉哈。我们可以稍微养一点鸡仔自己吃，河边的话我们可以养点鱼，是吧？自己想吃的话就到河里去捞鱼来吃就可以了，很方便。我们要种点地种点菜的话，这个周边也有大面积的土地，也都能实现。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满足了很多朋友对于这种田园乡村生活向往的这种场地啊。
在重庆城口一座大山的山腰上啊，我们发现还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后山呢是一条很长的山脉，然后住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支脉下来，正好在山腰的位置呢有一片特别平坦空旷的土地，房子呢就建在这里。整个房屋的周边的土地呢还有耕种啊，所以呢肯定还有人留守在这个上边居住。今天呢咱们就上去探访一下。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重庆乌溪到城口的这个路中段，走到这儿呢风景很漂亮啊，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今天呢继续进山里面去搞探访啊。我感觉他们这边搞得挺人性化的哈，这里还搞了一个公共厕所，我把车停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前面这儿呢有一个点，说是两扇门，它这个两扇门呢说的就是这个上边这个刀片山，非常的漂亮，大家看一下，很美啊，真的很漂亮。如果从空中的镜头来看的话，它真的就是薄如刀片的这种感觉。那么这边呢是一条河流，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走这条线的哈，这条线挺漂亮。这条公路呢，它就是顺着这条河走的，所以整个景是非常好看的。我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多往这些峡谷的地带走一走。首先呢，第一个是不太冷，第二个呢，这个低矮一点的地方呢，它这个绿植会更丰富一些。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往高山去玩哈，高山上呢就凉快，对不对？现在呢，我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我们的车子是从那个峡谷开进来，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公路了，然后这里呢要笔直着爬山。在我前方的这个山的山腰上呢，还有一户人家在那里居住。大家看这个路啊，本来就没什么人走，然后冬天呢这个树叶枯黄掉下来呢，整个小道上呢铺的全部是树叶。这样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坡其实是非常的陡，他们这个小道呢都是来回的折弯，就像那种72拐的公路那种形状。因为你直走呢就是太陡，很难爬，特别是要背东西的时候呢就更加的麻烦。所以这个直线距离，比如说从下边公路的地方直线距离到他们家呢可能就是1-2公里，但是通过这些弯道呢得拉伸了之后差不多就有3-4公里的路，所以呢步行上来又是上坡，可能得走个把小时吧，差不多40-50分钟，个把小时。大家以前老是吐槽我到山里也不带点东西，你们说这个路咋带？我自己要背个包，又要这个拍摄，所以真的是没法带。这个在冬天呀，山上的这些树叶都差不多掉光了，树木呢也看去光秃秃的，感觉有一些沧桑感哈。如果说是夏天和冬天做比较的话，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天气呢？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山梁，那我们要走到哪里呢？走到就是我们镜头的最顶方那个山尖尖儿，然后上边就是一大片开阔的地带，那户人家呢就是居住在那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从这儿爬上去还得走半个小时吧，笔直着爬。要歇一下，今天主要是天气又热。谁曾想到冬天也能让人大汗淋漓，是吧？他们这户人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就是因为这里有大面积的这个土地可以耕种，在这个半山的位置呢，相对来说没有上边和下边这么陡峭。但我发现这个土地啊，很有可能不是特别的出料啊。这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头、石渣子，包括这个土层呢，应该也不是特别厚。种植的这片土地的周围呢，
他们都有用这个栅栏拦了一下，这很有可能呢是在搞养殖，又或者说在山里嘛，有可能有各种野兽什么的，预防野兽来侵袭庄稼。大家看他们种地呢，也是纯手工挖的。你看这边就挖过了，那边没挖。站在这里呢，视野非常开阔啊。看一下，整个对面是群山环绕，但是也感觉到挺孤独的。对面这么大的山，竟然看不到有人居住的地方，是吧？奶奶，吃饭没到？哪个？外面来的。外面来的。啊，我说你吃饭了没？啊，吃了。你一个人在家呀？我来屋的。你一个人在屋里？嗯。其他还有人吗？他们啦？嗯。他们我老婆去看城子去的。哦。大家看看啊，这个房屋呢还是一个土墙房，然后现在这里呢还有2家人，除了这个老奶奶之外呢，另外还有一户人家啊，他们应该都是一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边这里呢有很多的蜂箱啊，这都是在这里养蜂的，是不是住在山上挺舒服的？整个周围都看得很开。刚刚呢，老人家也跟我说，还有2个年轻一点的在这里，相当于他们现在是2户人，应该是老人的儿子吧，在这里养羊，然后在这里养蜂。现在呢，到山里面去砍葛藤去了。我估计不到这个下午4、5点，可能也不回来，因为进山干活，我是农村的，我就比较清楚，一出去干活的话，就基本上要干到天快黑了，然后才会回来，所以我也不能在这里等啊。但是这里大概的情况呢，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地形呢是相当的不错的。这个房屋的后山呢，它是一整条山脉啊，一整条山脉过去，那边是高峰。然后这里呢，正好是这个支脉下来之后呢，这边有一片比较平坦的这个地方，那正好呢，他们住在这里。刚刚我在下面的时候呢，也问了居住在山谷下的那个大叔啊，他说这里呢现在就是2户人，一个80、90岁的奶奶，然后另外还有2个人在这里搞养殖，然后这里呢还出了一个人才哈，听那个大叔说呢是武大的研究生，现在呢是在这个县里边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地形就是出人才的吧。这个老人家呢已经快90岁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呢，他们这家人呢搬到这个山里来住，最少是超过100年的一个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房屋呢，还是这个土墙，像这样形式的土墙的话，我估计应该是超100年了。哎，这有些羊回来了，这就是养的羊，这里有4只羊。我走了。走的。哎，走到。你就是回他们啊？不回了，走了，我懒得等。懒得等呐？我想他要回来下的，去找档子做嘛。不做了。我走了，奶奶，我就是来玩一下就走了。现在呢，就是奶奶一个人在家，然后我跟她交流语言也不顺畅，她耳朵好像也不太好。然后我如果还在那里看呢，她就会东转西转的说看看，年轻的人在不在。所以我又怕他走着摔跤，所以我就赶紧离开，就省得他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的，摔到了就不好了。我猜测一下啊，山上这户人家100年前为什么要搬到这上面来住？大家知道住山里面的人肯定都是那个时代为了躲避匪患呢之类的等等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住在人迹罕见的地方呢，就避免呢跟人有口舌，对吧？还有呢，就是大片的这个山林呢，都是属于他家的。我跟大家说啊，很多时候这个风水是轮流转的，对吧？100年前住在大山里面呢，
很多人都是挺厉害的，比如说地主啊，很多他都是住在山里面很偏的这种地方。那么最近发展的这20-30年呢，就觉得大山里面就很不方便，对吧？很多地方都通公路了，大山里面呢就没有通。但是你们知道吗？正因为单家独户的住在大山里面，所以周围成片的山林土地全是一家人的。就是住在这种深山里面的人，我问都不用问，他家的山林土地最少是200-300亩以上，你们相信吗？所以你看啊，现阶段来看的话，住在山里的人其实就不错的。比如说，你真的有好几百亩、上千亩的这个山林的话，你每年的这个森林补助款都不少钱呢。所以很多事情啊，没有绝对的好坏，都是此一时彼一时。你在70-80年前住在这种地方就很好，你在往我们之前的这个20-30年，你住在这种地方就不好，因为不好发展，然后路也通不了。从现在开始往下走的话，住在这种地方又开始慢慢变好了。100年的时间，就是很多东西是转来转去的。我现在呢，就是慢慢的往下走了，好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你知道咱们中国版图雄鸡造型的心脏位置在哪里吗？我现在就站在咱们中华大地的心脏位置，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脉搏跳动。这里就是重庆、湖北、陕西3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鸡心岭，海拔有1890米。走上鸡心岭，一脚踏3省，说的呢就是这里。这里也是西南、西北、华中3大区的交汇地点，有着一个特别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北纬31度、东经109度，正好处于中国版图的心脏位置，所以呢又有自然国心之称。这一块3省交界的界碑呢，是1996年建在这里的。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在重庆，我们往这边走2步，就到了哪里了？湖北，对吗？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转几步，到了哪里了？到了陕西了。我们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啊，我们就跨越了3省。接下来呢，大家就跟着我的航拍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自然国心的脉搏跳动。在湖北恩施的大山上，无人机无意间发现一户人家居住在大山之巅。这个地理位置啊，真的是绝美啊！门前呢有一片开阔平坦的土地，就像这一片地方就是专门为这一户人家定制的一样，非常的美。我们从后方来看一下，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视野非常的开阔，整个前方呢看去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既视感。我们再从正前方来看啊，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就像一个坐在山巅的一把椅子，有那种点兵点将台的这种感觉啊，气势磅礴。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座山上啊，我跟你们说，想要来到这里啊，非常的不容易。我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后山的，来到这个后山呢，需要经过一段挂壁公路，而且是没有硬化的。我的妈呀，你们看一下，
这个路，哪怕我是一个经常走山路的人啊，开到这样的路，我自己都有点胆战心惊。主要是路太窄，边上呢又是万丈深渊。那么我们从后山走过来呢，需要经过这一片的青冈树林啊、沙树林啊什么的。这边的这个环境啊，真的是非常好。看一下这些各种灌木啊，都长得笔直笔直的，是吧？然后这边呢，就是拉到他们家的这个线。哎呦，你们看一下这一条小道上，是不是特别适合拍照啊？整个路上都是这种青冈树叶覆盖的，非常的好看哈。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的出片？石头上都长得青苔，对吧？看到了吗？走到它这里就是这种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看一下这边呢，就是他们的后山，后山呢就是一个元宝宝。这里有2座古墓，可能是他们家的祖先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啊，视野非常的开阔。看一下对面都是云雾缭绕啊。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这个位置，它就像一个山顶上的一把椅子，对吧？然后这户人家呢，他就居住在这里，地理环境很好。这边呢种有，怎么说也有个20-30亩的这个土地，全部都有耕种起来。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恐怕就是形容居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哈。我们看一下有人在家没有哈？这些地呢也都全部都这个耕过了，然后这个边上还长一些菜。这个呢是一个土墙的房屋，这边好像还养有蜜蜂，对吧？然后这个玉米呢全部是挂在门前的。他们这边建的这个房屋呢，上半部分是这个木料的，然后下半部分的这个板壁好像是用水泥来敷的，是吧？有人在家，我们听到音乐的声音了。哇，这个边上挂了好多的玉米，老好看了。还有这个木材也堆了这么多，哎呀，挺好看的。有没有人在家呀？堆了好多柴。哎，说吃饭了在？吃饭。就是你们2个人在家呀？他是你们？哦。吃点饭。啊，不是，我吃了，我来耍的。哎呀，你们住的这个位置安逸哦。耳朵有点问题。耳朵大声点说哈。对。我说你们住的这个位置还可以啊。我是可以啊，不得行那个工作都有同事可以，那不行。你走过来也不远嘛，从那边走过来不远。你们姓哪个呀？姓我呢？啊，我姓姚啊。姓姚哈。哦。你哪里？我贵州的。完了。完了。啊。你们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我们那几十年了。原来在那个湾湖儿，头改以前就上了那个高层来。哦。那大概在已经10几年。你种的有好多地哦，我看这些全部都种起来。我在有10几亩。我看起不少。这上面水有没得？水我也没得问题。水没得问题哈，有水的。有好大年纪了你们？我啊，77了。你有77了？哎。咦，我真看不出来，我天！那看不出来。我看你像60多哎。我是。我1947年嘛。你是1947年的？你刚出生就到这来了？哦。那小的些在外面搞哪个？啊？我说你家小孩在外面搞哪样的？他们那边打工啊。有几个小孩哇？2个。2个哈，都在外面。种地的话是有牛来耕吗？还是自己挖哟？
己挖，用锄头挖，不用牛来耕地，哎纯手工挖。哎，今年冬天又好嘛，没事么把它挖下，好走活的泡一些。反正就是没事就挖，没事就挖哈。哎，这个老人家说他们这个土地10几亩，我感觉是不止10几亩的。这个整个片区看起来是不止10几亩的，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做土地啊非常的方便，就在这个家门口，他所有的土地都全部在这个家门口，根本不需要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可能跑很远去种地干嘛的，所以种地也是非常方便。我估计当初这个土改的时候啊，他们搬到这里来呢，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在山上呢也没有人跟你去争抢土地啊干嘛的，然后再加上把房屋建在这里呢，这个做土地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两个老人家呢，他们在吃饭，我就不在那里跟他们聊了，耽误他们吃饭啊。我出来带你们逛一逛。有很多朋友就是担心这个住这么高，在这个山上会不会缺水啊？我刚才也问了老人家哈，他们这儿是不缺水的哟，水是永远都够的。你们看到没有？这里一整片的这个土地全是两个老人家一锄一锄的挖的，他没有用牛耕，也没有用旋耕机，这些土地全部是手工用锄头一锄一锄挖的，厉害吧？反正他们住在山里嘛，也没什么事，就是砍柴，然后就是种地，累了呢就回家休息一下，没事呢就来挖地。反正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农耕劳作，住在这个大山上啊，欣赏着这么绝妙的美景，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一些心理压力啊、负担啊什么的。所以你看那个老人家哈，77岁了，让人感觉真的只有60多岁的这种感觉啊。整个人看去呢，就特别的显年轻啊，可能跟这个住在大山上，空气也好，然后视野也非常开阔，这些所有环境带来的呢，可能就是这个身心的舒畅吧，啊，也让人呢看去呢更加的年轻一些。喂猪没到？我那喂的哟，喂的哟哈，要杀了不？快了，快了哈，马上要杀过年猪了。你砍了好多柴哟，哎，你这柴吧都可以够烧一年咯。那可能年吧是有个的，可能冬天的要烤火啊。我说外面的人有人走你这里来耍没得？很少，很少哈。这些地方哪个在我们那些地方没有？在像我们那些工头也不通，就是那边的工头，他那个一点小工头，一般没那个这个进来。现在我也没那个能力修这个工头，跟他们不在那时候，他也没打算这个搞得住，所以就没修这个工头。就小的也没打算来这住哈。哎，没打算那种。我一会儿假如说死了吧，这个地方就给我甩了。那些地方以后啊，可能只有没那个住了，就成为山林了哈。哎，他都不山林了。经常出去耍不？哎，我跟姑娘他们后面在恩施吧，就一年在恩施去5万几回啊。一年去恩施玩几回？哎，那你孙子啊，现在应该都好大了。啊，在武汉读大学，都20岁了。20岁了。那马上都要工作了哈。现在你们两个老人家反正啥都不管，就在这里管自己的生活就行了。我好像个人算是可以不要他们管自食其力。哎，个人管个人哈。个人。你看，你们这就看得开呀，也一下子看到对面。啊，这个是天麻，送一包给你们。天麻。你们这边应该没得。这是就是我们贵州产的天麻。哦，你贵州搞的全天麻。这天麻你到时候吃的时候拿来，头天晚上用开水把它泡起，第二天早上拿来切来炖肉来吃。你把要杀猪来嘛？杀猪了就可以炖排骨。你不贵，送给你。你送给你。我就来看一眼，我就走嘞。来看一看，又没喝口水，又没抽根烟。哎，让我走嘞，老人家，你收到你手上，然后走了。哎。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我跟你说，年纪大了之后，寻得这么一片地方，水源也有，然后视野也非常开阔，就在这里生活挺好的。如果说在远古时代呢，这个地方确实是那种上佳的位置啊。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通公路，在这里呢就可以很方便的耕种土地，你的劳作效率呢也要比在另外的地方高得多。你一空下来就可以去劳作，就减少了这种往返30分钟、50分钟的这种路程。你看在这里呢，它烧柴也非常的方便，就在山后两边都有大量的这个木材。所以说你在几十年前呀，这个大家都没有通公路的这种场景下呢，在这个地方生活居住呢是非常方便的。当然了，时过境迁，现在呢，在这种大山上呢就不太方便了，因为别的地方呢都通公路了。但是像这种地方呢，它只有一户人家呢，这个公路它确实是没有办法通过来的。那么这个生活呀，各方面呢就没有那些交通方便的地方来的实惠。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好处嘛。居住在这个地方呢，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视野开阔。如果说让大家选择在这样的地方来无忧无虑的居住和生活，有多少人愿意啊？这一次的穿越溶洞探秘独家寨全程讲解呢，就由我们充满才华的庆子同学来主导。在湖北利川市的大山深处，有这么一户人家，隐喻一世，独占山头。这里地势险峻，三面临崖，一面靠山，宛如乱世中的天然要塞，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也被称作独家寨，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寨。寨子的下方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毫不夸张地说，这片隐士之地无疑符合了许多人心中对于世外桃源的幻想。想要一睹独家寨的风采，并非易事，需徒步穿越清江古河床以及神秘的地下溶洞，才能抵达这一难得一见的隐士桃源。这样的神奇地形啊，真的是难得一见。今天就让我们带着各种好奇，穿越溶洞，揭开独家寨神秘的面纱。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身处湖北风景如画的恩施市，即将启程前往神秘独家寨，全程呢约80公里。大家知道我开的车呢是一辆长安 CS75 Plus， 这2天呢也特别荣幸的接收到了长安汽车公司的邀请，13号到重庆参加长安汽车1年1度的粉丝盛典活动。他们的意思呢是让我从现在开始就记录整个行程，13号到重庆做一次旅途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并且本次行程的食宿以及交通费用呢都由长安汽车公司慷慨承担，非常感谢。对了，这一次出门呢，我的后备箱还带了不少酒，重庆的朋友啊约起来，13号到重庆咱畅饮几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养，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独家寨的边缘，一场探秘之旅即将展开。此次从恩施出发，一起同行的呢还有2位特别可爱的小妹妹。来，2位小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庆子，我是妙妙，我们都是大3的学生。庆子和妙妙呢都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3的学生，我相信对于自媒体啊，他们有着更为专业的见解和技能。这一次的穿越溶洞探秘独家寨全程讲解呢，就由我们充满才华的庆子同学来主导，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脚步，开始一场难忘的旅程吧。现在呢，我们正身处于穿过独家寨必经之路的第一个溶洞。那么可以看到，这处溶洞是自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在溶洞外面呢，有悬崖绝壁，而镜头转到里面，可以看到溶洞里面又是别有一番天地。这里的溶洞非常之高，也非常之深，人站在这里也可以听到非常清晰的回音。深入溶洞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溶洞内的空气要比外界低几个度。大家可以看到，在道路的2旁有非常多的落石，这些落石应该是从崖壁上积年累月掉落下来的。很多落石上面甚至都布满了青苔，比如说这块很大的石头上面都布满了青苔。站在洞口还可以看到远方有一处比较小的水潭，应该也是洞内经年累月自然形成的。清江从腾龙洞中一跃而下，
如果说大自然是一位雕像家，那么清江就是他手中坚韧的利斧。他在恩施、利川两市交界处留下令人惊叹的喀斯特地貌，恩施的大峡谷、利川的腾龙洞都因为它令人惊叹的自然地貌而声名远扬。穿过刚刚的大溶洞之后，还要途经一片这样的沙树林才能到达下一个溶洞。除了刚刚的大溶洞，在这片区域还有很多小溶洞，这些小溶洞在峭壁上，包括这些地底下，到处都是，非常之多。穿过刚刚的沙树林，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个溶洞的入口附近。抬头呢，可以看到这里就像一道陷落的天坑。站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河水冲刷而过的痕迹。比如说，大家跟我一起抬头，看到上方有很明显的暗纹。我们可以想象到呢，远古的时代，河水的乱流在底下冲刷而过，形成了这样一种暗纹。这种清晰的痕迹可以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体会到、想象到远古的那条大河从这里奔流而过的那种震撼感。在穿过了2个溶洞以及一片沙树林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独家寨。眼前一片豁然开朗，一座木质小屋耸立于山峦绝壁之间，仿佛误入了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其实走到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独家寨的入口了。在我的右手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那么在独家寨的4周都是悬崖峭壁。独家寨呢就被包裹在这4周的悬崖峭壁之中。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独家寨的入口处，这里是独家寨的必经之路，也是唯一的一条通道。已经可以看到独家寨的旗子了，这里的石梯修建的十分的险峻啊。那么现在就跟随我们的步伐一起去叩响独家寨的大门吧。有人吗？很遗憾，今天老人好像不在家，我们此行真是非常的遗憾。不过呢，也没关系，我之前来过这里一趟，我也可以给大家详细的大概讲一下独家寨里面的情况。独家寨呢，地理位置是十分独特的，它只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去，然后建造的这个位置呢，它的屋前有一大片老人家自己开垦的土地，然后在这片土地上面呢，他种植了很多的经济作物。他说他自己住在这片山林当中也十分的满足，完全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隐居的状态。不管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还是挺羡慕老人的这种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包括他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多数城市里面经历了快节奏生活的人所向往的这种隐居的田园式的生活吧。这条陡峭的石梯全部都是老人自己他一块砖一块砖铺就而成的。目前独家寨只有一位老人住在这里，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做秦新平。以前呢，秦新平是和他的父母一起居住在这里，不过母亲早已去世，父亲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去跟城里的大儿子一起住。现在独家寨因此也只留下了秦新平一个人。秦新平为什么是一个人呢？难道他没有娶妻生子吗？不是的，在秦新平早些年的时候也讨过老婆，不过那个时候秦新平居住的独家寨呢遭遇了土匪呢将他们家洗劫一空。秦新平的妻子眼见家里揭不开锅，只能离开，因此现在只有秦新平一人居住在这里。那么秦新平的祖辈怎么会想到在这样险峻的环境当中组建一个房屋呢？其实秦新平家中以前是居住在镇上的，只不过一场大火毁掉了秦新平原来居住的房屋，当时的生产队的队长就找人帮忙在这处地方修建了一栋小木屋，因此秦新平和他的父母便搬到了这里来居住生活。一亩方田，几间草屋，堂前栽树，屋后栽花。原本荒凉的地方，在秦新平的努力下，成了世人所向往的世外桃源。在老人的眼中，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谈不上打扰，他们更像是远道而来的能够陪他疏解寂寞的朋友。老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我相信他在这里过得很愉快，
也会欢迎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一起走进它世外桃源般的独家寨以及它丰富的内心世界。兄弟们，现在我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啊，开车路过这里啊，发现对面有一个崖壁上还有一户人家居住啊，那个地方真的非常漂亮啊，因为下边呢就是一条非常漂亮的江水，然后它那个地方呢，相当于就是三面临崖，然后后面呢是高耸入云的大山。有人说呀，这个阿泰走乡村啊，现在成为航拍走乡村了，不是啊？你们理解一下，我现在这个腿脚啊，膝盖不太好，得少爬山路，以后等我养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带你们去走那种不好走的。就像这个地方我真的也特别想去，但是你看看它那个地形我怎么去嘛，都找不到地方去。你们看一下哈，现在那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就像住在云端一样，非常的美。不管大家想不想看，我还是要给你们看一下。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酉阳的大山里啊，看一下我身后，全部是崇山峻岭。到这里来干什么呢？看一下咱们的乌江三峡这个地方，这个石柱笋呢，他们当地人称为这个仙女峰啊，非常漂亮。那个仙女峰的下方呢，就有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这个村庄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是400-500米的高山。前方呢是乌江隔断，然后几边呢都是悬崖峭壁。他们要出门呢，只能到江边去坐船去沿河。那么他们这里这几户人家呢，因为这个地理条件的限制几边都是很高的悬崖峭壁，是没有办法通得了公路的。即使是他们现在赶集都是从下边坐船到这个沿河上去赶集。去酉阳的话太远了。后面这座山要爬到山顶的话，最少都要2个小时，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堪称与世隔绝啊！很多朋友喜欢过那种隐居生活，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别人想找你他都不一定找得到。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沿河的大山里啊，刚刚用无人机查看了一下，前面那儿呢有一个大断崖，大断崖的边上呢还有几栋木房子啊，看去呢破破烂烂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啊。咱们今天步行过去探访一下。山里的路啊，真是望山跑石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呢是那个地方，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所以说呢，要绕过前面这些山峰啊，才能走得过去。我估计最少得个把小时才能走到吧。这个山上现在漫山遍野的这种红色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东西呢叫做红籽啊，这个是可以吃的。如果大家是走到山里啊，这个肚子有点饿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采这个红籽来吃啊！现在在贵州的山里呢，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东西，看看吧，漫山遍野的都是。而且这个呢，好像还有人现在拿来加工成这个酒啊之类的。哎，走到这个垭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几户人家了。大家看一看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怎么样，视野非常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像一座石头城一样，整个他们居住的周围啊全部是石头。他们这几家人身后断崖下边的河流呢就是麻阳河，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那住在这里会不会缺水呢？我也比较有疑问啊。因为这个山体呢也比较薄，然后都是石头，我估计藏不住水啊。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搞养殖的天堂。那当然，他们也是在这里搞养殖啊。我们看到这下边有3栋房子，看去呢都是破烂的，没有人住了。我估计有人住呢，也就是顶端的那户人家有人居住啊。像这些地方呢，基本上不会有人来踏足。你看人家出行的几条道呢，全部都关起来的，因为没有人来。然后他们有卫生处，也预防这个牲畜呢，来破坏里面种的东西吧。我感觉这里以前应该最少住有7、8户人吧，然后现在呢就少了，这房子都是破的。然后像这一间的话也是破旧不堪了，住不了人了。哎，那一家炊烟袅袅，有人在家。那么还有上边这儿也有人在家，我们看到有一个老人家在那个房间的门口去看一下。非常高噻。哎呦，鹅叫，狗叫。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也是以前的一个宰基地，现在吃饭没有呢？啊，我说你吃饭了没得啊？吃了，你吃嘛？吃了。我说话你听得懂噻？我听得懂哎，就那个老听得懂。你一个人在家头啊？你姓哪啊？姓周。你们这里姓哪个啊？我们这姓刘。姓刘，全部都姓刘吗？还是姓蓝？有姓蓝的。我看那边有好多牛啊、羊子的那些是你们养的吗？我们养30家人养了。30家人合起养的。你要出了啥的啊？刚啥的啊？啥了？他一个没得给跟小儿的撒起来，他们要来背的是吧？给那些过年啊。看一下这个阿姨家杀的猪，我天，这么多！我这个现在30克了，3个儿一个女了。3个儿子，1个姑娘，他们都要来拿点哈。我过来耍也没带那么东西，我送点东西给你。要想干嘛？我就来吃。我带东西不方便了，所以我就带着一瓶酒。你干嘛来？你干嘛？回来我就来花。咦，
你快我就这个酒啊，你拿到吧，我顺便带起来的，我这来说一下。这个是天麻，你见到过天麻没得？这个是我们遵义的酒，这个是天麻。天麻的话就是那个东西脱荤呐，那些都可以拿来炖来吃。那个啊，可以拿来炖来吃，好吃。你要搞那些东西啊！我给你整个饭。不整了。是那个灰黄黄的个。你哪里都灰毛毛的，我们还不是农村的，你不用再烤点火就走的，没事啊。你坐起烤，坐起耍点嘛。要炒姜花，要搞茄子。你要搞点枫糖啊！我说你那个枫糖一看就是好的，看你拔完了。这个蜂蜜它是好蜂蜜，像猪油那个。你少整点，我吃不到多，这个太闷了。少整点。我说话你应该都听得懂哈。你想的说又不要想懂，我这个懂得。要不要好像又懂不到哈。那我们是平均分，我到了叫几个字，大学有几个孙儿在读大学啊？到了叫到了去到同一个大学。个姑娘又到市民这个实习，到医院了。医院实习啊？耶，那是好工作哦。又去到做狗中啊，年轻口气出狗。怪不得你说的儿子负担有点重。是哦，你得关心你有现在。已经开了哈。哎呦，谢谢！哎呀，今天到阿姨这里来还，今天在阿姨这里吃到这个原生的蜂蜜啊，就是有点太多了，我天。蜂糖你有些治病也像追蜂糖。山里面蜂糖是治病噻，它药材花多了嘛，药材多。我们这是橘子山几三几年都是老花，你知道它有比药材花的。对，它药材花来做的。我给你整点饭啊。不整，坐起耍儿，我一会儿就走，我要走沿河。太多了有点。哎呀，我们也来了，这都来，去年都不卖了，这些蜂糖才家不给噻。去年子给你卖2升金蜂糖，他卖到城里面去哈。他老些位置给我卖了。你一年可以产到200斤差不多哈。蜂糖啊。今年这个300斤。今年可以300斤。去年带有大把斤。前年再带几十斤。你们说听得丢包啊，他话他又要来奖励我了啊，我不奖励我也听不到，他要奖我吧。天才地宝哈。还是就喂蜂子的话，还是要靠运气哈。运气好了，它就越来越好。从你们这儿走后山那个走麻阳河了，要走好久啊？如果以前走路应该走得下噻。路耶，去都要快点赶上，人家从坡要歇几十站才上来。歇几十站？2个小时走得上来不？我慢点跑2个小时都是这么跑的。我就看你别的不得屌啊，这济州是省的个狗哈，麻阳河。要种水啊，带牛啊，就是。那我单本呢？不整了，我要走了。吃点饭去吧。不吃。我拿给你那个叫天麻，你拿来炖那个排骨啊，先炖来吃。我跟你讲啷个吃法哈，你第2天要炖的时候哈，头一天晚上烧开水来把它泡起来，泡到了第2天把它切了之后，再和排骨一起炖就行了。那是细心的。不谢谢。听那个牛阿姨说啊，以前他们这个地方有20几户人家，全部都搬走了，现在只有2栋房子有人。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他们这几栋房屋的后山呢就是大断崖，然后下边呢就是麻阳河。朋友们如果喜欢这种徒步旅行的呀，可以到这里来到麻阳河去玩一玩啊，非常的不错。在贵州凤冈县的大山深处，生长着一棵特别神奇的千年古树马林光。这棵古树啊，盘踞在悬崖峭壁之上，整棵古树啊，看去光秃秃的，非常的漂亮。看到这样的场景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真的是令人惊奇。环顾了一下这棵古树的四周啊，并没有发现相同的树木
那么这棵古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在光秃秃的悬崖峭壁上，它又是如何吸收水分去生长的呢？怀着诸多的好奇心啊，咱们今天就来实地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凤冈县凤岭街道的大山里啊，这个地方呢，离凤冈县仅仅只有10公里。我呢已经有差不多1-2个月没有出门了啊，这一次终于要出门了。然后这次的行程呢是先经过铜仁，然后到这个湖北恩施、利川，再到重庆的巫山、巫溪，再到城口等等这些地方呢，慢慢的到重庆，然后再回家。我们这一次行程的开始呢，就先带大家来看一看凤冈深山的这棵千年神树马灵光，它的长相真的是太奇特了。虽然已经来过一次啊，但是呢，我们全中国有10几亿人啊，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没有见到过的。希望呢，看到这棵古树啊，能给大家带来好运，也能给我呢带来好运。我们要来到这里呢，就把车开到31的这个公路这里啊，然后再通过步道呢，就可以来到马灵光树的位置。大概步行呢，可能就是10分钟左右吧。现在的山里呢，好多的树叶也掉了。那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看得就比较清楚一些。前面那儿呢，就是马灵光古树啊。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只有这里哈，这边呢还没有修，可能是现在来参观的人多了。然后这里呢又修了一个步道上去呢，可以在那儿呢更清楚的看到咱们的古树马灵光啊。这个观景台的位置啊修得非常的不错，站到这儿呢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我们马灵光树的一个构造。大家是不是都非常的好奇这个古树它是如何能够生长到这么巨大，这么多奇形怪状的这个根系呢？它可能跟它绝景逢生呢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在这棵古树的跟前呢，还修有一座寺庙。从这个寺庙门口矗立的这些石柱子来看呢，这个寺庙也是非常古老的了。这里呢就是马灵光树的一个根系，大家可以看一下，主根呢从那儿，然后它穿过这个石头下方呢到这里来的。那么这儿这个长的这个小疙瘩呀，我们看去有点像这个小猴子的头部，所以我们跟它称一个名字叫猴头。这个根系呢，它真的是见缝插针啊，看到有缝隙呢，它这个根系就歪过来了。我们真的走到这个跟前的时候啊，真是令人非常的惊叹。马灵光树的根部啊，看起来金黄金黄的，非常的漂亮啊，光秃秃的这种感觉。如果我们是第一眼看到这样的场景的话，我们是不是有那种好像人工雕琢的这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啊，这完全是大自然原生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善于观察者，你在这棵古树的根系上会看到很多神奇的东西。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去，就树根前边这一个包的位置，有没有感觉像一个猴子的头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神奇，也是有一点像一个人的脸部的一个形状。那这个地方呢，他们当地人把这个称作为菩萨眼，有一种这个聚光的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整个四面八方呢是收缩到中间这个位置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上边还搭有红布，当地的百姓呢也把这棵千年马灵光呢奉为神树啊，所以说呢逢年过节的时候呢都会来这里祭祀。这个根系它是完全贴着这个岩石来生长的，看起来就是浑然天成，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我们从上面看到这几个枝桠呢，可能感觉不到这棵树有多大，但是它这个下边主根的这个直径啊，起码也有1.5米多的直径。这个地方有一个空洞的口子，其实这棵马灵光树呢，它整个中间是空的。然后你们有没有想象过，会不会有个什么小动物啊，它在这个古树里面修道呢？这棵马灵光古树啊，它不仅仅是千年古树，而且呢，它也是中药材。据说在好多年以前啊，他们当地的百姓啊得了一种疮，就是很难治的那种疮，然后他们就来这棵古树这里啊捡的这种皮，因为冬天的时候呢，它这个皮是要掉一些的，他们就捡这个皮回去煮水呢，就把那个疮治好了。所以说呢，这个马灵光树上冬天掉下来的这种皮呢，它也是一种中药材。在这棵马灵光树的这个后方呢，
还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据说呀，在天干久了，或者说下雨久了，这个地方呢都会冒出白雾出来。那么大家肯定很好奇啊，整个周围呢没有相同的这个树种，那么这棵千年马铃光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很多朋友应该是会想到，可能是飞禽走兽什么的把这个种子呢带到这个悬崖峭壁之上的。那么它又是如何生长的呢？整个悬崖峭壁上并没有多少的土壤，这就跟这个下边的这个洞穴有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洞穴呀，常年是在往外面吹风的，而且它的湿气呢比较重，所以这个洞穴吹出来的风呢，正好透过这个岩壁呢，能够辐射到种子，所以呢，它就慢慢的发芽，慢慢的成长到今天这棵参天大树。说到这里啊，大家是不是觉得更神奇了？大自然有时候就是这样。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吧，如果没有这个洞穴，咱们就看不到今天这棵神奇的马铃光树，也就看不到我们洞前的这个寺庙了。你们现在知道这洞穴、马铃光树和寺庙哪个先哪个后了吧？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我们遵义凤冈啊，一定要到这里来看一看这棵千年马铃光。我敢保证啊，你来到实地看到这棵古树的形态啊，会比视频中看着更加的震撼。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拜拜。